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真相，你身上那些查不出原因的类疼痒都不是病，而是你在脱胎换骨。很多人到了50、60岁，突然身子骨就不对劲了，没干活却累得睁不开眼，动不动心慌燥热，身上还莫名发痒起红疹子，连耳朵都嗡嗡响，跑遍医院做全身体检，医生只说一句指标正常，回家多休息。只有你自己知道，身上的难受半分假不了。这个时候你心里是不是就开始犯嘀咕，觉得我是不是老了，是不是得了什么查不出的绝症了？我告诉你们，全错了。千万不要把这些反应当成倒霉的绝症去瞎治，这是天大的好事。为什么是大好事？老祖宗讲，脱胎换骨，必先苦其筋骨。用中医的话讲，这叫气冲病灶。说白了，就是你体内的能量在往上走，也可以说你的灵魂在升级。天地气机推着你，把几十年积在经络血脉里的郁气、毒素全往外排。佛法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个肉身是地水火风4大假合而成的。你活了几十年，这60、70年里，你吃了多少乌七八糟的东西，你受了多少委屈，你对这个世间有多少贪婪和怨恨，这些贪嗔痴的毒素全都在你的骨髓里、血液里、经络里堵着呢。现在天地的气机在变化，你自身的生命能量在往上走，这一掏麻烦就来了。高能量的气流冲进你堵塞的经络，遇到那块铁板，它硬要冲过去，你当然会觉得骨肉酸痛。旧的毒素要从皮肤排出来，你当然会起疹子。气血疯狂地在体内做大扫除，消耗了极大的能量，你当然会觉得累得快虚脱了。所以诸位要记住，身体的这些疼痛和折腾是在替你消业障，是在打扫卫生。在这所有的反应里头，有一种最让人摸不着头脑，就是无缘无故地大哭。好多人跟我说，南师啊，我这辈子挺坚强的，怎么最近动不动就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看见别人受苦我哭，甚至连看着一棵树落叶我都想哭。我跟你讲，这可不是你变脆弱了，这是你心里的那层厚铠甲被打碎了。我认识一个退休的老吴，做了一辈子中学的教导主任，那个脾气硬的一辈子死要面子，在学校里训学生不留情面，在家里对老婆孩子也是说一不二，从来没在人前软弱过半分钟。就在前几个月的一天傍晚，老吴开车去接刚放学的小孙女，正逢秋天，车子停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夕阳的光斜斜地穿过挡风玻璃，刺得人眼睛生疼。车里没放音乐，就听见发动机在脚底下嗡嗡嗡的闷响。就在这个时候，老吴一转头，透过车窗看到路边花坛拐角处有个捡破烂的老头。那老头穿得破破烂烂，正弯着腰，费力地把手伸进垃圾桶里，掏一个空矿泉水瓶。老头掏出来之后，用脏兮兮的袖子擦了擦瓶身，咧开干瘪的嘴笑了笑，小心翼翼地踩扁，塞进了背后的破蛇皮袋里。就是这么一个再寻常不过的画面。你们猜怎么着？老吴坐在车里，握着方向盘的手突然就开始发抖，冷汗顺着额头就冒出来了，紧接着一股极其猛烈的酸楚从胸口直冲脑门。老吴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眼泪瞬间夺眶而出，连红绿灯都看不清了。他张大嘴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口剧烈的起伏，最后直接趴在方向盘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连嗓子都劈了。几十年没流过的眼泪
在那短短1分钟的红灯时间里，像决堤的江水一样往外涌，后面的车拼命按喇叭催他，他根本听不见，整个世界好像就剩下他那个崩溃的身体。老吴事后跑来找我，红着眼睛问我这是怎么了，我又不认识那个老头，我也不是同情他，我怎么就哭得像个要不到堂的孩子，我是不是神经出问题了？我说你这不是神经病，你这是在剥洋葱，把最外面那层烂掉的皮给剥了。老吴那一刻哭的根本不是那个捡破烂的老头，他是看到了生命本身的那种无力感，他潜意识里感觉到自己装了一辈子的坚强，端了一辈子的架子，在这浩瀚的天地因果面前毫无意义。他身体里的那股高频的能量借着那个夕阳，那个捡破烂的老人，把他心里积压了60多年的好强不甘和骄傲狠狠地击碎了。随着那场大哭，他卸下了极其沉重的包袱。从那以后，老吴不再失眠了，连原先那个总是疼的颈椎病也奇迹般的松快了。你们要晓得，我们人啊，越是压抑自己，身体里结的冰块就越多。当你开始觉醒，当你的生命层次开始往上走的时候，这股春风一吹，心里的冰块就要融化，冰融化成水，当然就要通过眼泪排出来。所以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在洗碗的时候，甚至就在大马路上走着走着，突然一种没有缘由的情绪涌上来，让你大哭一场，你千万不要去憋着它，更不要觉得丢人，找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的哭个够。当你哭完了，你会发现你的心底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慈悲，那是一种没有痛楚的眼泪，是你在跟过去的那个陈旧的固执的自己做正式的告别。同样的道理，当你感受到心脏猛烈跳动，仿佛要跳出嗓子眼的时候，别慌，先坐下来，那是因为你的心轮正在被撑开，它在适应一种更宽广更慈悲的频率。当它发生的时候，你就在心里默默地跟自己的身体说，我知道你在工作，我知道你在帮我清理，我接受，我放松，时刻把心念安住在当下，你就不会恐慌。咱们总结一下，这肉身的第一重折腾，无论是发麻、发痛、发热，还是哭泣耳鸣，都是破茧成蝶，钱必须经历的撕裂。你要是不撕开那个硬壳，你怎么能长出翅膀来，对不对？这股气机它是活的，只要它发起了，就不会停在表皮，它冲刷完你的筋骨皮肉，就会直接往你的五脏六腑里钻，杀进你每天离不开的吃喝拉撒睡里头去。这股气机它是活的，只要它发起了，就不会停在表皮，它冲刷完你的筋骨皮肉，就会直接往你的五脏六腑里钻，杀进你每天离不开的吃喝拉撒睡里头去。你想想看，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不就是一日三餐，夜里一张床吗？我告诉你们，当你身上这股脱胎换骨的能量开始运作的时候，最先被颠覆的就是你的饭碗和你的枕头。很多老朋友最近肯定深有体会，以前啊，你可能无肉不欢，每顿饭非得弄点红烧肉、大肥鱼或者口味重的东西，吃下去觉得心里踏实。但是最近呢，奇了怪了，一闻到那些油腻的肉味，甚至闻到葱蒜的馨香，胃里就翻江倒海的，直犯恶心。相反地，你突然变得极度渴望那些清清淡淡的东西，可能就是一碗白米粥，一盘水煮菜，或者突然急需补充一些
最纯粹的能量。你去问医生，医生可能说你脾胃虚弱，我跟你讲，这不是病，这是你的身体在自动清仓查库。你们要晓得，过去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里讲过一个极其高明的五花的寓言，拿五花，世人常贪的财色名食睡，这5样东西就像开在红尘里的5朵妖艳的毒花，凡夫俗子看着鲜艳迷人，拼了命去摘，结果把自己的清净心全给毒哑了，连人带命跌进万丈深渊。当你这个生命层次开始拔高，这股纯净的气机在你体内一转，你潜意识里就已经识破了这5花的真面目，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识字。你们仔细去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过去那些真正有功夫的修行人，还有那些通透的老中医，他们的饮食习惯是非常有讲究的。很多人以为他们天天吃素，辟谷是刻意在折磨自己，是苦行，全错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不是他们非要忍着不吃，而是当他们体内的气脉通了，能量频率变高了以后，那个高频干净的身体本能的就会排斥那些沉重浑浊带着极高怨念和贪毒的食物。你现在的身体就是这样，它正在剥离那些低频的浊气，所以它坚决拒收你往嘴里塞的那些垃圾。同时因为你体内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重组，你的细胞在翻新，经络在疏通，这可是个极其浩大的工程，需要消耗惊人的能量。所以有些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心慌气短，感觉像低血糖犯了一样，浑身软绵绵的。这个时候不要怕，顺应你的身体，他想吃点干净的高能量食物，你就喂给他，少吃多餐，保持当下的觉知。吃的事情折腾完了，接下来就是睡，这才是最要命的，也是让最多人害怕的。好多老朋友跟我抱怨，南师啊，我这大半年来简直像中了邪一样，每天晚上不管几点睡，一到凌晨2点多3点钟，唰的一下眼睛就睁开了，贼亮贼亮的，一点困意都没有，在床上翻来覆去烙大饼，越躺越焦虑，这不就是严重的神经衰弱吗？我跟你们讲，千万不要一碰到这种事就急急忙忙去吃什么安眠药，你这不是失眠，你是遇到了天地交泰的关口。老祖宗的医学讲得明明白白，一天有12个时辰，凌晨的1点到3点是丑时走肝经，3点到5点是寅时走肺经，这个阶段正是夜里极阴的能量开始衰退，白天纯阳的气机开始萌动的时候，这是天地之间阴阳交战，气机转化最剧烈的时辰。当你的身体在升级换代的时候，你的神经和气脉会变得极其敏感，天地间的那股阳气一发动，立刻就跟你体内正在苏醒的能量接通了，你当然会被这股力量给震醒。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我告诉你，最愚蠢的做法就是躺在床上生闷气，担心自己明天的这起不来怎么办？明天精神不好怎么办？你越担心，你的心就越乱，这就叫暗耗心血。既然醒了，说明你现在的身体不需要那么多昏沉的睡眠来休息，你就安安静静的披件衣服，坐起来，盘起腿，或者就靠在床头上，闭上眼睛，关注自己的呼吸，享受这半夜里天地间最清净最强大的能量。你会发现你的脑子在这几个小时里清明的不可思议，很多以前想不通的死胡同在这时候一下就豁然开朗了。除了半夜惊醒，还有一个更吓人的，就是做梦。
有多少人最近做的梦简直像是在演好莱坞大片，光怪陆离、狂野，甚至极度的暴力血腥，梦见被人追杀，梦见自己掉下悬崖，梦见和几十年没见面的使人纠缠不清，早上醒来的时候一身的冷汗，感觉比干了一天苦力活还要累，浑身的骨头都在痛，你们心里肯定发毛，觉得是不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叫梦中宵夜。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轮回生生世世，阿赖耶识这个大仓库里装了多少没还完的债，有多少没解开的仇，有多少压抑在心底不敢发泄的恐惧和怨恨，这些东西平时被你那一套世故的理智的假面具死死压住。现在好了，高频的能量进来了，它就像一个超级大扫把，要强行把你潜意识最深处的那些脏东西给扫地出门。怎么扫？在现实里让你去被人追杀，让你去遭灾吗？那你就没命了。所以你的元神非常慈悲，他让你在梦境里，在那个虚幻的维度里去把这些旧账给结了。梦里你被人砍了一刀，痛得死去活来，醒来一看连个疤都没有，你以为只是个梦，其实在你多维度的生命里，你已经还了一条命债，过了一个大劫，这叫重罪轻报啊！诸位，你应该倒头就拜，感谢老天爷的慈悲。这些如同酸性迷幻药一样的梦，全都是正在释放的毒气，释放出去了，它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在这个阴阳交战的排毒期，你还会遇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夜里或者白天没有任何理由的忽冷忽热，有时候突然像掉进了冰窟窿，盖3床大被子都暖和不过来，有时候又觉得体内像有一炉炭火在烧，满脸通红，往外直冒大汗，这也是极其正常的。你的肉体原本是沉重密集的，现在高频清爽的光芒照射进来，2种不同频率的能量在你体内发生剧烈的摩擦，摩擦就会生热。当你的浊气往外排，阴气逼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奇冷无比。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慌里慌张的去吃退烧药或者感冒药，去泡个热水澡，加盖一张毯子，安静的忍耐过去。你们要晓得，当你的身体内部经历完这场翻江倒海的清洗，当你连自己最本能的吃和睡都被这股力量翻了个底朝天的时候，你以为就完了？我告诉你，没有。身体里头的仗打完了，马上就要打身体外面的仗。一旦你体内的频率变了，你散发出去的磁场就变了，很快你就会发现，你原本觉得理所当然的那个外部世界，你身边那些熟悉的人和事，突然之间变得那么刺眼，那么难以忍受了。怎么个难以忍受法？你想想看，如果你平时总喜欢去人多的地方溜达，或者喜欢跟街坊老姐妹老哥们聚在一起打打麻将，聊聊闲天，最近你突然会觉得一走进那种拥挤嘈杂的环境，耳朵里就像塞了乱糟糟的马蜂窝，脑袋发空，浑身直冒虚汗，甚至只要一听到别人坐在那儿扯八卦，你的心里就升起一股极度的反感，那种感觉就像有人拿指甲盖在黑板上，用力刮一样，刺耳揪心，让你1秒钟都坐不住，只想赶紧逃跑，躲回自己那个清静的屋子里去。更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以前那些跟你走得很近，经常一起吃吃喝喝的老朋友，突然之间好像就断了联系，就算偶尔坐在一块儿，你也觉得根本搭不上话。他们说的话你不想听，
你想表达的意思他们听不懂。有时候为了顾及老交情，你强迫自己在那儿陪着笑脸，结果吃完一顿饭回到家，你觉得比干了3天重体力活还要累，整个人就像被抽干了精气神一样，直接瘫在沙发上。很多老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心里头非常惶恐，跑来问我，南师啊，我是不是变得太孤僻了？我是不是得抑郁症了？怎么现在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呢？我跟你讲，千万不要自我怀疑，这个道理很简单，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因为你身体里的能量频率变了。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叫业力不共。你要晓得，人与人之间能够长期相处，靠的不是交情，而是同频。大家的磁场在一个波段上，频率差不多，才能凑到一个锅里吃饭。现在你的生命层次在往上走，你在经历脱胎换骨的排毒，你身上的浊气越来越少，清气越来越重。这个时候你再去和那些满脑子贪嗔痴，整天抱怨算计的人待在一起，你的高频能量就会本能地排斥他们散发出来的低频浑浊磁场。这就好比你已经穿上了一身干干净净的白衣服，别人非要拉着你去泥坑里打滚，你的身体和本心绝对会极力反抗。所以当你尝试去做那些以前常做但现在已经不符合你心境的事情时，你会觉得极其痛苦，你绝对做不了一件违背自己本心的事情了。哪怕是说一句应酬的假话，你都觉得如鲠在喉，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你们都听说过张三丰吧？张真人，太极拳的祖师爷。张三丰早年没出家的时候也是个读书人，还做过县令，也就是一方的父母官。有一回县衙里过节，底下的衙役、当地的乡绅、富甲全跑来送礼拍马屁，大堂上摆满了酒肉银两，一群人围着张三丰满脸堆笑，嘴里说的全是怎么盘剥百姓，怎么升官发财的混话。张三丰坐在正中间的太师椅上，静静地看着这帮人。他突然觉得眼前这些人不像人，倒像是一个个被欲望牵着走的提线木偶。周围的喧闹声、恭维声，还有那股子刺鼻的酒肉油腻味，让他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呼吸都觉得困难。突然啪的一声，张三丰猛地一拍惊堂木，把全场人都吓得一哆嗦。只见他站起身，大笑3声，一把扯下头上的乌纱帽，重重地摔在地上。接着他3下5除2剥了身上那件官服，随手抓起桌上的一把银子，猛地往半空中一抛，白花花的银子洒了一地。乡绅衙役们尖叫着趴在地上抢。张三丰看着这滑稽的一幕，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连头都没回，穿着一身破旧的礼衣，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县衙大门，走进了漫天的大雪里。从那以后，世间少了一个张县令，多了一个穿得破破烂烂、逢人便笑的张疯子。别人笑他疯疯癫癫，放着好好的荣华富贵不想，非要去当叫花子。你想想看，张三丰真的疯了吗？我告诉你们，他不仅没疯，他比谁都清醒。他当时的修为和境界已经拔高了，他身上的那股浩然之气再也无法忍受官场里那种低频肮脏充满算计的磁场。如果他继续强迫自己坐在那个位置上迎合那些人，他早晚会憋死、郁闷死。所以他用看似疯癫的手段，快刀斩乱麻，彻底斩断了那些低劣的人际纠缠。他断了旧缘，才迎来了后来的大道。诸位老朋友，
你们现在经历的和张真人当年经历的在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这段时间你发现身边的亲戚朋友疏远了，甚至有人挑衅你，对你发莫名其妙的脾气，你千万不要去争辩，更不要觉得委屈，那是天地宇宙在帮你清理圈子。你已经把很多不该带走的东西成功地留在了旧的现实里，你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空间。不要害怕一个人待着，你要学会享受这种独处，因为外面的世界已经匹配不上你现在的高频率了。留在旧的模式里只会让你觉得彻头彻尾的可怕。这就好比你已经爬到了山顶，呼吸到了最干净的空气，别人非要硬生生把你拉回山脚下的臭水沟里，你能受得了吗？顺其自然，该走的让它走，该断的让它断。你只要安安静静地守在家里，养护好自己的这股清气，宇宙自然会把真正跟你同频、真正懂你的人带到你身边。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这外部的人事纠纷你算是躲开了，你关起门来谁也不见，以为就天下太平了，没那么简单。很快你就会发现你的外部世界清净了，可你自己的脑子里却开始造反了。很多老朋友最近跟我讲啊，这脑子像是突然进了浆糊一样。怎么回事呢？明明前一秒刚站起身，想去厨房拿个杯子，走到厨房门口愣住了，死活想不起来自己要干嘛。跟老姐妹聊天，话都到了嘴边上，那个词就是蹦不出来。你想说个什么东西，急得手舞足蹈，只能比划，就是那个白白的喝水用的那个家伙绳儿，连个茶杯俩字都憋不出来。甚至有时候走在熟悉的街道上，突然一阵恍惚，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我在哪？我来这儿干什么？我到底属于哪里？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儿女不懂事，就在旁边大惊小怪：哎呀妈，你是不是得老年痴呆了？是不是小脑萎缩了？赶紧去医院拍个片子吧。你自己心里也害怕，觉得完了，这下半辈子怕是要拖累儿女了。我告诉你们，全都在瞎操心，这根本不是什么痴呆，更不是脑子坏了。你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你是不是虽然记不住那个具体的词儿了，虽然忘了刚才要干嘛，但你心里其实一点都不糊涂，甚至比以前还清透。这个道理很简单，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叫过去心不可得。你们要晓得，我们普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靠什么活着？靠的是我执，也就是对我这个身份的执着。你怎么证明你是你？你靠的是脑子里那一堆堆陈谷子烂芝麻的记忆，靠的是你过去受过的委屈，别人欠你的钱，你对未来的担忧。你的脑子就像个塞得满满当当的破麻袋，背着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一刻都不肯放下。现在你身体里的气机在往上走，在升级，那股高频的氢气要进驻你的身体，它能容得下你那个装满烂菜叶子的破麻袋吗？绝对容不下。所以他第一步要干嘛？就是强行拔插头，切断你和过去那些繁杂碎片的连接，逼着你把那个叫做我执的麻袋给扔了。既然要扔掉执着，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你在语言和短时记忆上开始断片，因为你不需要再用那么多世俗的概念去定义这个世界了。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其实是正在被宇宙的力量按在当下这个点上。讲到这里，我给你们讲个我身边的事情。城南有个开小卖部的王大妈，这位大妈呀，守着那个10几平米的小店开了大半辈子，那脑子转得比收音机还快。
谁家买包盐差2毛钱，他能记大半年，下次非得管人家要回来不可。天天在店里，不是骂老头子不知道进货，就是愁小孙子不好好读书，整个人就像个随时要爆炸的高压锅，眉头永远是拧成一团的。也就是去年入秋的时候，王大妈出怪事了。有一天中午，街坊来买酱油，王大妈拿着那个酱油瓶，手悬在半空，眼珠子直愣愣地盯着那个瓶贴，憋得满头大汗。街坊问：大妈，多少钱啊？王大妈嘴唇哆嗦了半天，指着瓶子结结巴巴地说：这个炒菜用的黑水水叫啥来着？这上头印的字我咋一个都不认得了。这一下可把家里人吓坏了。儿子一听，这还得了，连拉带拽把老太太塞进车里，直奔大医院的神内科，抽血做核磁共振，搞智力测验，折腾了整整3天。最后主任医师拿着片子看了半天，说老太太脑血管好得很，没看见萎缩斑块啊，这生理上一点毛病没有。儿子一头雾水地把王大妈接回家，可是没过半个月，儿子突然发现老太太不对劲，但也对劲的吓人。哪里不对劲呢？王大妈以前那种斤斤计较、天天焦虑的毛病，突然之间全蒸发了。有一天，有个小痞子买烟，丢下一张50的假钞，拿了烟就跑。这要是搁在以前，王大妈能抄着扫把追出2条街，回来还得连骂3天3夜。可那天呢，王大妈看着那张假钞，只是平静地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连句脏话都没骂，转身又去擦他的玻璃柜台了。儿子问他：妈，别人骗你钱，你不生气啊？王大妈抬起头，眼神极其纯净，就像个刚满月的小婴儿一样，看着儿子笑了笑说：气啥？我这心里头啊，现在空落落轻飘飘的，以前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想抓都抓不住了，就好像那都不是我的事儿。现在你去那个小卖部看，王大妈天天搬个小板凳，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她可能还是会忘了酱油叫什么，忘了邻居叫什么名字，但她脸上的那种祥和，那种无忧无虑的慈悲，是花多少钱吃多少补药都换不来的。诸位，你想想看，王大妈是病了吗？我告诉你们，她这是大福报。她把那个算计了一辈子的假我给丢了，把那个沉重的我只给打碎了。你们要明白，我们这几十年学了那么多规矩，记了那么多词汇，都是为了在三维的凡夫世界里去争、去抢、去证明自己。当我们开始连接到更高维度的清净磁场时，那些世俗的标签全都没用了。你不记得刚才吃了什么，因为吃过就吃过了，过去已经不存在了。你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去形容一个东西，因为你开始用直觉去感受事物的本质，而不是用干巴巴的名字去框死它。当我们的意识不把某些东西死死攥在手里的时候，那些痛苦和烦恼就不复存在了。这也就是佛法里天天教大家的放下，只不过以前你是靠耳朵听懂了道理，现在是老天爷在你的身体里直接动手，强行帮你脱落这些沉重的外壳。所以老朋友们，如果明天你再遇到话到嘴边说不出来，或者突然发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千万不要恐慌，也不要强迫自己非要去想起来，你就安静地站在那里，深呼吸，对自己说，想不起来就不想了，那是我的身心在腾地方，在接纳光。当你顺应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直觉变得无比敏锐，你的创造力甚至会在发呆的片刻突然爆发。
但是咱们得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打破我执的过程绝不是一直这么安详宁静的。打碎一个旧碗还得听见个响声呢，何况是打碎你执着了几十年的自我。当你的潜意识发现那个旧的熟悉的自己正在一点点消失的时候，你的精神深处会爆发出一场极大的地震，你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恐惧，甚至你站在镜子面前会觉得里面那个人根本不是你。你感觉自己的灵魂好像飘在天花板上看着肉体。到了这个阶段就是生死关头了，很多人的精神和情绪会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崩盘。你想想看，那个旧的自我，那个带着几十年脾气，带着几十年贪念和算计的小我，他在你身体里住了大半辈子，现在突然要被连根拔起，他能心甘情愿地等死吗？绝对不可能，他会疯狂地反扑，他会吓得半死。所以这几天有些老朋友会突然陷入一种极其可怕的抑郁和焦虑当中，没有任何外在的原因，家里也没出事，但你就是觉得心慌意乱，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有一种强烈的濒死感，甚至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有时候这种恐慌会演变成歇斯底里，你想大喊大叫，你想抓着一个人拼命倾诉，但你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更离奇的是什么？有一天你洗完脸抬起头看镜子，你盯着镜子里的那个人，突然觉得极其陌生，你心里会咯噔一下，这老头是谁？这老太太是谁？你看着自己脸上的皱纹，看着自己的眼睛，你竟然觉得那个为了儿女操碎了心，为了几毛钱在菜市场跟人争得面红耳赤的人根本不是你。你感觉自己的觉知好像飘在身体外面，像个旁观者一样，冷冷地看着这具肉身。很多老朋友吓坏了，以为自己惹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精神分裂了。我告诉你们，这绝对不是精神病，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叫破相。你以前把这个肉身，把这个世俗的身份当成了真正的自己，死死地抓着不放。现在你身体里的高频气机正在进行老祖宗说的三魂七魄的大重组，那个充满贪嗔痴的假我正在一点点剥落溶解。你感受到的恐慌、抑郁、濒死感根本不是你在害怕，而是你体内的那个小我在害怕，他不想消失，他在垂死挣扎，他在你的脑子里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恐惧和幻象，企图把你拉回到以前那种充满欲望和执着的低级状态里去。咱们都知道大唐的高僧玄奘法师去西天取经，你们千万别被电视剧给骗了，以为他身边有孙悟空护着真实的玄奘，是一个人一匹老马走进了一望无际的800里莫赫延吉大沙漠。那是什么地方？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那是真正的死地。玄奘走进沙漠没多久，一不小心唯一的水袋打翻了，水全漏光了。在那种烈日当头的大沙漠里，没有水就等于判了死刑。玄奘咬着牙牵着马往前走，1天、2天、3天，到了第4天，他已经5天4夜滴水未进。这个时候他的肉体已经到了极限，嘴唇裂开了大口子，往外渗着血，浑身发着极高的高烧，连站都站不稳，直接倒在了滚烫的沙子上。就在他迷迷糊糊半死不活的时候，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的眼前突然铺天盖地出现了无数的妖魔鬼怪，有的青面獠牙，有的身披重甲，
骑着战马，挥舞着刀枪，黑压压的一大片，张牙舞爪的朝他扑过来，把他团团包围，耳边全都是震耳欲聋的厮杀声，厉鬼的哭嚎声，那场面太真实了，太恐怖了。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当场就得吓得精神崩溃，肝胆俱裂而死。玄奘当时也害怕，他在沙子里挣扎着，一开始拼命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想求菩萨保佑，可是没用，那些恶鬼非但没有退走，反而越逼越近，甚至刀尖都快戳到他脸上了。为什么没用？因为那个时候玄奘心里还有一丝对死亡的恐惧，还有一个想要活命的我。只要你心里有这个我执，你潜意识里生生世世积压的那些业力，那些怨气，就会化作这些妖魔鬼怪来反噬你。生死关头，玄奘突然明白了，他不跑了，也不挣扎了，他吃力地在沙子上盘腿坐好，闭上眼睛，放下了一切求生的念头，甚至连我还要去取经这个念头都放下了。他开始默念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一遍两遍三遍，当他念到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的时候，他心里的那个自我，那个恐惧生死的小我彻底死掉了，他的心完全空了，完全和当下的大道融为一体。就在这一瞬间，奇迹发生了，眼前那些凶神恶煞的妖魔鬼怪，那些漫天的厮杀声，就像肥皂泡一样，砰的一声全碎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沙漠还是那个沙漠，夜空清朗，繁星点点，一阵凉风吹过来，他的高烧退了。紧接着那匹老马突然站起来，改变了方向，拉着他走了没多远，就找到了一汪清泉。玄奘活下来了。从那一刻起，走出沙漠的玄奘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凡夫俗子了，他把那个充满恐惧的假我留在了漠河岩根的沙子里，他真正脱胎换骨了。诸位老朋友，你们想想看，你们现在坐在家里，突然感觉到的那种心慌，那种抑郁，那种看着镜子觉得灵魂出窍的恐惧，不就是你们每个人心里的漠河岩解大沙漠吗？你们脑子里冒出来的那些我老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儿女不管我怎么办的念头，不就是玄奘眼前那些张牙舞爪的妖魔鬼怪吗？这都是你生生世世的业力，加上你这辈子积累的毒素，在你气脉大重组的关口产生的潜意识幻觉。这个时候你越是害怕，越是抗拒，越是想抓住点什么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你就越痛苦，越容易被这些负面能量给吞噬。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要想像玄奘法师一样得救，就只有一条路，接受它，看着它，然后放下它。当你感觉自己要疯了，觉得心里憋屈的活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安安静静的找个地方坐下来，你可以念佛号，可以深呼吸，你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这恐慌不是真正的我，这只是我旧的躯壳在碎裂，睡吧，让它睡吧，我不怕。你甚至可以在心里对那个小我说，你折腾吧，你想死就死吧，我不会再被你控制了。一旦你彻底不反抗了，彻底投降了，你会发现那种歇斯底里的焦虑会像潮水一样，在几分钟之内迅速退去。当你一次又一次地扛过这种精神上的死结，你身上的那层厚茧就被彻底剥掉了。你再看镜子里的自己，虽然容颜老去，但你的眼睛会变得像水晶一样透亮，
深邃，充满了神性。到那个时候，你不仅熬过了身体和情绪的剧痛，你的心智也会进入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境界。你会突然发现，这世间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变了味道。很多以前你拼死拼活去争去抢的东西，现在白送给你，你都懒得看一眼，你的心里会升起一种极其强烈的难以名状的思乡病。讲到这个思乡病，很多老朋友最近心里头绝对是深有共鸣。你发没发现，最近这段时间，你哪怕是坐在自己家那宽敞明亮的客厅里，坐在那个你花了大半辈子心血买下来装修好的房子里，看着满屋子的儿孙满堂，你的心底深处却总是冷不丁的冒出一个念头，这不是我的家，我不属于这里，我想回家。有些老太太跟我说，南师啊，我是不是活够了？怎么我现在看着小孙子在那儿闹，看着儿子媳妇在那儿算计今年的工资奖金，我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呢。以前谁要是敢动我家一分钱，我能跟他拼命，现在哪怕有人把钱塞我手里，我都懒得去数。我觉得这人间的事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了，全都是假的。遇到这种心境，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害怕，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了什么厌世、寻短见的念头。我告诉你，完全不是一码事。抑郁症、厌世，那是心里头憋着极大的怨气，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绝望和恨意，觉得老天爷不公平，觉得所有人都对不起自己，那叫被业力给彻底压垮了。但是你现在的这种没意思，心里有恨吗？没有。有怨吗？也没有。相反的，你的心里出奇的平静。你看着街上那些为了抢个停车位骂得面红耳赤的人，你看着那些为了挣几块钱菜钱唾沫横飞的人，你没有看不起他们，你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叹口气，觉得他们很可怜。你就好像是一个已经考上大学的成年人，站在幼儿园的沙坑旁边，看着一群3岁小孩为了抢一把塑料沙子打得头破血流。你不生气，你也绝不会再跳进那个沙坑里去跟他们抢了。这个道理很简单，老祖宗用4个字就讲透了，这就叫返本归元。你们要晓得，当你的身体和潜意识熬过了前面那5重剧烈的剥离和撕裂之后，你生命里那些沉重的粗糙的杂质已经被洗刷的差不多了，你的心念已经从那个3维的充满物质欲望的烂泥潭里拔出来了，你开始本能的跟宇宙最高频最纯净的那个源头连接上了，那个源头才是我们真正的家。所以你那种强烈的想回家的渴望，绝对不是想回到你年轻时候住过的那个砖瓦房，更不是想回到哪个具体的城市，那是你的元神在呼唤，是你的灵魂在思念那个没有痛苦、没有分别、没有生老病死的清净本源。到了这个阶段，你会产生一种极其强烈的直觉，你会觉得自己在这个地球上的轮回马上就要结束了。佛法讲得很清楚，我们来这个娑婆世界投胎，无非就是2件事，一个是来还债的，一个是来酬业的。你回想一下，你这大半辈子吃过多少苦，咽下过多少委屈，为了养育儿女，为了操持这个家，你把自己的心血都熬干了。你经历的那些病痛，那些背叛，那些绝望的哭泣，你以为那是白受的吗？不是的，那都是你在用自己的肉身和眼泪去转化和提升你这个家族，甚至这片土地上那些极其深重、极其浑浊的业力。现在这活你干完了，
你该还的债还清了，你该消的业障消掉了，你这具躯壳里的能量已经提升到了一个临界点，所以你的潜意识非常清楚，老天爷交代的考卷我已经答完了，我再也不用回到这个充满生死烦恼的地方来受苦了。当你真正确认了这一点，你以为你会变成一个冷酷无情什么都不管的木头人吗？大错特错。相反，你迎来了生命中前所未有的大自在。什么叫大自在？就是老祖宗说的身在红尘，心在净土。以前你给一家人做饭，如果儿子媳妇回来说一句今天这菜有点咸了，或者推脱说吃过了不吃，你马上就火冒三丈，心里委屈的要命。我辛辛苦苦围着灶台转了2个小时，你们还不领情，这就是你被执着给绑架了。但是现在呢，你依然每天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菜，你依然用心把饭菜做得香喷喷的端上桌，可如果他们不吃或者挑毛病，你只会淡淡一笑，说一句那你们随意，我吃我的，吃不完倒掉就是了。你的心里不起一丝一毫的波澜，没有一点委屈和愤怒。为什么？因为你做饭不再是为了讨好他们，也不再是为了换取他们的一句夸奖，更不是为了证明你这个当妈的有多伟大，你只是顺应着当下的因缘去尽这一份微薄的善意，结果怎么样？你完全不在乎，这就叫没有执着，这就叫真正的放下了。你会发现，当你不再强求任何事情的时候，当你不再试图去控制老伴、控制儿女的时候，你的生活反而变得无比顺畅。你想不通的事情，过几天自己就迎刃而解了。你不再去巴结的人际关系，反而变得清清爽爽，因为你不再用那种带着索取和恐惧的低频能量去搅和了，你成了一个纯粹的发光体，一切靠近你的东西都会自动被你的平静给理顺，心里那块1000斤重的大石头彻底落地了。你不再害怕生老病死，因为你知道那不过是换一件衣服。你不再留恋银行卡上的数字，因为你知道那买不来真正的清净。你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浇浇花，喝喝茶，打扫打扫卫生。你看着窗外的太阳升起又落下，你的心里满满的都是对这无常世界的慈悲。你终于明白了，原来不需要去深山老林里找神仙，也不需要去什么名山大川里求佛拜菩萨，真正的净土就在你当下这个不争不怨不执着的清净心里。这就是生命完成升级之后最极致的美好。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咱们的境界拔高了，心也放平了，但毕竟咱们这100斤的肉身还在这个红尘里打滚，每天还得面对吃喝拉撒。在这个剧烈蜕变的关键时期，尤其是这阵子身体和情绪还在不断翻腾的老朋友，你在日常的生活起居里到底应该怎么去护持自己？半夜醒了干瞪眼，心里莫名烦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管用能救命的具体方法？我告诉你们，这几个护持自己稳当度过这个大关口的方法，你们今天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好，这都是不要钱的救命招，平时没人会跟你们讲得这么透。遇到这股子脱胎换骨的能量在身上翻腾，第一件最紧要的事就是管好你的嘴和胃。这段时间你突然不想吃肉了，一闻到油腻就犯恶心，千万不要听旁边那些不懂行的人瞎指挥，说什么年纪大了不吃肉，营养跟不上，非得硬塞。你硬塞下去，那就是毒药。你身体正在排毒，正在适应高频的气机，脾胃非常娇嫩，你要顺着它，它想吃什么你就给它吃什么，
想喝一口白米粥，你就熬得烂烂的，慢慢喝下去。想吃2口水煮青菜，你就少放油盐。如果有一天你感觉什么都不想吃，只要不觉得饿得发慌，你就多喝几杯温热的白开水，让肠胃彻底放个假。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就叫顺应天道。你把肚子里那些浑浊的油脂排空了，你身上那股清灵之气才能真正升腾起来。第二件事，也就是让最多老朋友害怕的半夜惊醒。咱们前面说了，这叫天地交泰，阴阳交战是好事，但关键是你醒了之后该怎么对付。你绝不能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的发愁，越愁这股火气越往脑门子上撞。你只要一睁眼发现毫无睡意，马上披上一件厚实点的衣服，别让自己受风寒，就在床上把2腿盘起来，盘不上双盘你就单盘，单盘不行你就散盘，或者干脆靠在床头上，双手舒舒服服地放在肚子上，闭上眼睛。接下来干嘛？什么都不想，就把你的注意力全放在你的鼻孔上，去感受自己的一呼一吸。吸气，你知道自己在吸气；呼气，你知道自己在呼气。外面的世界安安静静的，你的呼吸也是安安静静的。当你把念头全都收回到这一呼一吸之间的时候，你就是在贪婪的吸收天地间最纯正的阳气。你就这么坐着，可能半个小时，可能1个小时，渐渐的你会觉得脑袋里非常空灵，甚至会有一股暖流从背上涌起来。等到你真的觉得困了，再倒头睡下，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不仅不会觉得累，反而会觉得神清气爽。绝不准去碰那些安眠药，吃一次你的气脉就堵一次，千万记住。第3件事，情绪崩溃，大哭大笑，恐慌濒死感来了，怎么办？我跟你们讲，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当那种无缘无故的抑郁和害怕冲上头脑的时候，你们要晓得，那不是你在害怕，那是你体内的假我在垂死挣扎。面对这种恐慌，绝不能压抑，也绝不能跟着他跑。你马上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深吸一口气。如果在家里，你就看着墙上的时钟，或者看着窗外的一棵树，你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我知道你在害怕，我知道你要睡了，没关系，我接受，我不抗拒。如果是想哭，那就准备好1包纸巾，不管不顾的痛痛快快大哭一场。眼泪就是你心里的毒水，哭出来，毒就排出来了。当你看客一样看着自己的恐惧，不认同它，不被它带偏，那股子濒死感最多几分钟就会像潮水一样退去。这就是最无上的观心法门。最后一件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就是人际关系上的断舍离。这段时间你受不了嘈杂的人群，受不了低频的八卦闲聊，遇到那些非要拉着你去凑热闹，去抱怨是非的老朋友，你要学会毫不留情的拒绝，不要顾忌什么面子，面子在这个时候是最不值钱的。你找个借口说身体不舒服也好，说家里有事也罢，赶紧离开那个浑浊的磁场，把你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买2盆绿植，没事在家拖拖地，听听舒缓的音乐，念念佛号。在这个脱胎换骨的节骨眼上，你的清净心比金子还贵重，谁来抢你的清净，你就要坚决把它关在门外。好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有的人听完扭头就忘。我最后再跟你们啰嗦一遍，给你们划个重点。这几件事打死别做，这几句话一定要记住。第一，半夜2、3点醒了，打死别吃安眠药，披上衣服坐起来，只管呼吸，把心安住。第二，
闻到肉味恶心了，打死别强迫自己吃，顺应脾胃。白粥清茶就是最好的良药。第三，突然想哭了，害怕了，打死别憋着，找个没人的地方痛快哭出来，告诉自己，我接受一切旧壳子的碎裂。第四，遇到那些爱抱怨、爱算计的人，打死别去迎合凑热闹，躲回自己的屋里，守住你的清净心。这4条就是你在这个特殊时期的护身符，照着做，你绝对能平平稳稳地度过这个大关。诸位要记住，我们活了一辈子，到老了才明白，最好的风水其实根本不在祖坟上，也不在房子的朝向上，最好的风水是你自己这颗干干净净的人心最大的改命。不是你去求神拜佛，而是你改念改行改因，你把心里的怨恨、执着和恐惧放下了，你的气脉就通了，你的灵魂就升级了，你的命自然就顺了。不仅你要改命，你还要懂得去帮别人，这就叫积福。今天我把这些天机、这些老祖宗的智慧全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们听，你们听懂了受益了，这就是你的缘分。但是如果你的老伴、你的亲戚、你的老姐妹，他们也正在经历浑身酸痛、半夜惊醒、突然抑郁这些痛苦，他们不懂这是在脱胎换骨，还在每天担惊受怕，到处吃药花冤枉钱，你该怎么做？把今天南师讲的这些话，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们看一看，你这不是在凑热闹，你这是在救人一命，护人一运。你的一次分享，你的一句提醒，可能就让对方豁然开朗，少造一场业，少走一条弯路，甚至挽救了一个家庭的家运。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法布施，这就是你在为自己、为子孙后代积攒极大的阴德，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帮了别人渡过难关，老天爷自然会护持你一生平安。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对你有帮助，觉得心里头亮堂了，请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最后千万不要小看语言的力量，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巨大能量的。我们今天这么多有缘人聚在这里，几万几十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这个形成的能量场威力不可思议。我希望诸位老朋友看完之后都能在评论区留下你最真诚的善言。你可以留一句随缘消旧业，身心自清净，或者留一句放下旧执着，换来大自在。你写下的每一句祈福，不仅是在鼓励别人，这种极其纯净顺应天道的磁场，最终全都会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保佑你们在这场生命的蜕变中平平安安，无病无灾，真正活出一个通透自在的清净人生。